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述了2起西方历史上很著名的吸血鬼事件，对吸血鬼的神奇之处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其实吸血鬼的传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古罗马文明等等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吸食人类精气的魔鬼存在，但在当时他们还仅仅只是一种怪物，还不叫吸血鬼。我们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吸血鬼形象主要是在18世纪人们对东欧各地口头流传的民间传说进行汇总总结出来的。而吸血鬼最为流行最为猖獗的时期同样也就是在18世纪。我们综合当时各起事件的目击者的描述，可以发现18世纪的欧洲吸血鬼有着这样的特点：他们穿着入殓时的衣服大多都是破破烂烂，因为血喝的太多，导致脸部呈现深红色或者黑色，尸体高度肿胀，生前的牙齿、指甲、头发等等都会脱落，之后还会长出新的比原来更长的。在最后，吸血鬼都会在夜晚出来攻击人，他们的身上都会带有淡淡的腐臭味。其实通过我们上期所讲述的2起吸血鬼事件就能够发现，在18世纪初期所发生的这些吸血鬼事件是不胜枚举，而且大同小异的，大多数还都没有足够的根据。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其中一起最完整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吸血鬼事件，以此来揭秘这个吸血鬼的传言。1731年，奥地利的军医格拉瑟在北塞尔维亚的一个村庄调查一起村民接连死亡的案件，并且写成了一份报告书。在文件最末尾写下了他给奥地利驻军司令的医学建议，是这样的：吸血鬼存在，请尽快处决一具被认为是吸血鬼的女性死者。这样的医学建议让人们大为吃惊。18世纪的东欧处于非常不平静的时期，长久控制这片土地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渐渐的衰弱，逐渐的应付不了来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大举进攻。于是一时之间，欧亚2大势力在东欧交火，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的人们就开始仓皇逃离。不过这些逃到西欧的难民并没有直接跑到大城市里，相反的，他们在边境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防卫型村镇。奥地利政府提供给当地人武器和粮食储备等等，而当地人则代替奥地利防卫边境。那么因为他们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些前线村庄的生活习性、传统民俗甚至宗教信仰都与西欧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东欧信仰渐渐地悄悄进入了西欧，西欧的信仰也渐渐地进入了东欧。而且不仅如此，随着这些信仰和习性，东欧的一些其他东西也随之悄悄地来到了西欧。1731年冬天，奥地利北塞尔维亚防区驻军忽然收到了一个来自边境防卫村的紧急战报，报告上表明一起不明原因的群众连续死亡事件正在发生，请求尽快派人支援。防区的司令官许内泽中校在收到后推测，认为这个村庄很有可能是发生了瘟疫，于是就派出了驻军医生格拉瑟前往当地进行探查。格拉瑟很快就到达了村庄，在对村里的村民进行了一番调查询问之后，在12月12号的报告中记下，所有患者都有胸腔化脓及侧腹刺痛的症状。他认为人们出现这些症状
是人们在斋戒期开始前大量的暴饮暴食所导致的。本来格拉瑟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很快结束，而且他也已经得出了结论，就是因为当地人们暴饮暴食。可是当地村民却并不满意格拉瑟的这个解释。村民反驳，这些人除了这些症状以外，还有不断的持续的高烧和风湿症状，而且在染上这些症状后的患者在几天之内都会接连死亡，这些和暴饮暴食都没有丝毫关系。格拉瑟表示，这些症状可能是附加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并发症引起的，并且根据村民的描述，将6周前接连死亡的13起病例都给予了科学的医学上的解释。可是没想到的是，即使是这样细心的解释，村民们依旧是拒绝相信他的说法。他们甚至开始埋怨格拉瑟的医生身份，因为他们要调查的是魔鬼作祟，但是上面却给他们派来了一个医生。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名当地农夫建议格拉瑟转换调查方向。他们认为这一连串的村民死亡事件与一位名叫米丽莎的村妇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50岁的米丽莎是在7周前死亡的，然而早在她生前，人们就不断的传言说她在土耳其占领时代曾经吃过有吸血鬼化身的羔羊肉，从此以后就转化成了一种不死生物——吸血鬼。吸血鬼，这是在当时来讲的6年前，也就是1725年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在上期节目中我们也有过交代，其实当地早在1718年就发生过类似吸血鬼袭击的事件，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词来形容这种死后不腐的尸变状态。一直到1725年，北波士尼亚再度发生了类似事件，当时的患者都站出来指证，他们都是在睡梦中被尸变后的死者攻击，之后才患了病。在弥留之际，他们仍然在低声一语，一边说着疑似吸血鬼尸变的死者名字，一边说着吸血鬼这个词。这就是当年所有死者病历上的共同死因。后来死者们临死前所说的这个名词被转化为德语，接着又进入了英语的国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吸血鬼。隔年1726年发生的类似事件，从一开始人们就把这种尸变状态称作是吸血鬼，那么吸血鬼的说法也由此慢慢的传开，再到后来被托尼福威尔神父写进了历史事典中，公之于众，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吸血鬼的叫法。村民们推测，米丽莎已经自我转化成了吸血鬼，并且在死后从坟墓里爬出来，把当地的村民吸血鬼化，这就直接导致了被攻击者的死亡。刚开始格拉瑟自然是认为村民们的说法是一派胡言，身为启蒙时代的医生，他受过的是最完整的科学教育，他并不认同这类乡野传闻般的蒙昧迷信。但是此时此刻，村民的反抗声却是越来越大，甚至威胁要废村迁居，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村民们的坚持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在5年前1726年轰动全欧的吸血鬼事件也发生在这里。当时的退役民兵阿诺德·保罗从国家领到一块土地作为退休金，但在他安家落户之后，却不断有人提到他之前驻防在一个据点时，为了躲避瘟疫，曾经和吸血鬼达成协议。他通过吃下吸血鬼坟墓的泥土和将他们的血液涂在身上的仪式，让他正式的成为了吸血鬼的一员。所以在从他去世之后，就不断的有村民因为无法解释的原因而死亡。为了平息大众的怨言，
格拉瑟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打开米丽莎的棺木，一探究竟。棺木一打开，连格拉瑟都愣住了。7周前下葬的米丽莎嘴巴大张，尸体的嘴巴和鼻子旁流着鲜红的液态的血液。按道理说，已经下葬7周的死尸，怎么可能在嘴边还残留着液态血液呢？而且死尸的状态也不像一般的下葬7周的尸体那样呈现腐化状态。格拉瑟在报告中这样记下尸体状态：高度肿胀，被膨胀到只剩一层薄薄的皮肤，皮肤下可以看见血液在流动。连身为医生的格拉瑟都震惊于尸体保存的完好程度和尸体上发生的奇怪事情。他所受到的教育并不允许他相信眼前的事情，但是在万般挣扎之下，他最后还是在报告上写下米丽莎的死后状态非常可疑。之后他又打开了4周前另一位死亡的20岁年轻女性斯丹诺的棺木。斯丹诺曾在生前也被传谣与吸血鬼达成了协议，将吸血鬼的血涂在了身上以寻求保护。在打开之后，格拉瑟又记下了斯丹诺的尸体状态，同样是可疑。紧接着格拉瑟又急忙打开了另外的7个棺木，7具尸体排成一排陈列在了格拉瑟面前。眼前的结果让他目瞪口呆。在这7具尸体中，有3具尸体正常腐化，4具尸体可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问题。1具尸体死亡成为吸血鬼，那么这个吸血鬼直接导致了7位村民死亡，而在这7位村民中，又有其中的4具尸体有吸血鬼化的症状。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没多久就会被毁灭。格拉瑟无计可施，他在报告的最后建议奥地利军队可以按照村民的愿望处决尸体，把木桩打进死者心脏之后火化遗体。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我们姑且先不说吸血鬼是不是真的存在，仅仅根据已有的线索，尸体死后不腐的状态，这是属实的。那这至少就代表有些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不知道的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而处决了尸体之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村民们的怒气也会直接消弭，这无疑是好的一点。所以格拉瑟就写下了这样的报告。自此之后，吸血鬼的风暴愈演愈烈。第2年，也就是1732年，情况相似但是数据更为惊人的事件又一次发生了。另一名军医报告，受害村民接连在经历颤抖、癫痫、胸部剧烈疼痛之后数天之内死亡。他打开了总共16个棺木验尸，只有5具属于正常尸体。2年之内2起事件骇人听闻，奥地利官方强压下了2名军医的报告几个月，但是却终究抵挡不住四处弥漫的恐慌和谣言。类似的事情也在不断的发生。在维也纳，一方面官方没能给出合理的科学解释，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将东欧人民以宣扬迷信罪关进牢里，直接激起了当地人民愤怒。在匈牙利，人们联系当地反奥地利王室的贵族，纷纷准备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之下，吸血鬼的恐慌在欧洲各地蔓延，直到1734年，这种恐慌达到了巅峰。不只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一时之间全欧各地似乎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到处都在挖墓园，把尸体钉上木钉，撒上大蒜等辛辣香料。德国一带则大多把尸体直接斩首，东欧则喜欢挖出心脏之后再火化，更有极端的例子，挖出尸体直接公开处决，甚至直接因为被指控为吸血族而处决一些无辜的活人。一时间，欧洲平原上
遍地矗立着高耸的木桩，每个木桩上都插着从坟里挖出来的尸体。就这样沸腾了一段时间之后，奥地利女大公的私人医生范施维登最终找到了科学的合理解释来说明这种吸血鬼现象。他声称尸体死后会因为某些化学分解作用而产生膨胀，里面的气体会停留在尸体内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而膨胀的压力会导致身上的孔洞，比如说嘴、鼻子、牙龈开始出血，看起来就好像是刚刚喝过血的样子。这种现象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腐败巨人观。同一时间，教皇本笃14世也发布了关于吸血鬼的敕令，宣告吸血鬼从神学上的观点来看是并不存在的。于是在有了科学和神学上的2点有力证据之后，喧闹一时的吸血鬼风暴也终于消弭下来。无数的尸体被放回坟墓，无数掘开的墓穴被撒下了新土。虽然有了合理的解释，吸血鬼风潮也已经过去大半，不过在欧洲个别地方，吸血鬼的传言却仍然在继续。时至今日，在东欧，吸血鬼的传说还在继续。最近的一起事件是发生在今年3月份的一个午夜，罗马尼亚的一位名叫格奥尔基的村民带着4、5名亲戚，拿着铁锹、稻草叉还有各式器具在墓园里搜寻。不久，他们就找到了他们要找的墓地。在几天前，人们发现这个墓地被人们打开，而且里面的死者横躺在了墓园中间，看起来就像是他自己爬出坟墓走到墓园中间一样。尽管官方宣称这只是一起非常恶劣的恶作剧，但是当地农民仍然认为这是死者吸血鬼化的征兆，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于是在这天晚上，每个人都静静地开始挖掘。不久，铲子触碰到棺材，大家合力打开盖子，看见了里面的尸体。村民们一声不吭地拿起稻草叉，用力地往尸体左胸插下去，接着一勾便把心脏给拉扯出来。他们把心脏烧掉，将灰烬掺入水中拿回家，给自己的小侄女喝掉。也因此格奥尔基被捕，但是他在被捕后仍然坚持声称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否则他的妻子、孩子和亲戚现在早就都死了。吸血鬼事件被范施维登医生解释为腐败巨人观。虽然当时的人们信服了他的说法，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种说法并不能解释尸体重新长出头发和指甲的现象。而同样的，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尸体重新长出指甲和头发，这到底是不是属实的描述？吸血鬼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存在？我想仁者见仁，终有一天我们会知道它的真相。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了解有偿公稿的信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的拼音就能找到。好，我们下期再见。